张厅长。啊，徐董事长，许达目前还是嫌疑人，复查小组还没有结案，待结案之日，我们会将许达的遗体立即交还给家属。好的，谢谢。我有个想法，什么想法？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聊聊。跟我来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我这个想法有点不合情理。不合情理？你知道95年的 DNA 亲子鉴定事件吗？我知道，我看了所有跟徐家富有关的案卷。那你怎么还会有许家福从海东县偷渡出境的想法呢？是这个想法一出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可这个想法一直缠着我，挥之不去。高四海一直坚信徐家富没有死，几次三番找领导要求重启对徐家富的调查。高四海他是走火入魔了，他人不是已经疯了吗？不，他没有疯，他只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。那跟疯有什么区别吗？如果我的分析成立，许达是为了灭口才杀了徐广义和罗红英，那么必须是个足够大的秘密，跟女人无关，只有这个秘密。你赶紧把这个念头打消。95年 DNA 亲子鉴定事件是是龙城市公安局不可揭开的伤疤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得赶紧参加个会。从今往后，提都不能提95年。这份文件你处理一下。喂，冯队。秦爷，想办法调查一下95年许达和徐广义两个人的交往情况。你指哪方面？和钱有关的所有的方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爷爷坚定不移地相信许家富还活着是，但那次 DNA 鉴定证明许家富死了。那您觉得95年 DNA 亲子鉴定过程当中有没有可疑的地方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，但是每个人都能超越真相。那个，我正好路过这儿。哦，我能进去坐会儿吗？能。吃饭了吗？我吃了。哦。您别忙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那张照片是我跟李显要的。
妈，秦叶啊，明天啊，你总该回家一趟了吧？明天？明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呀？你老妈我的生日，这算不算特殊日子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忘记了，这个可能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我明天一定回家。真是白养你了！你说你回家开个车也就20分钟路程，非得要搬出去住，还每个月花1000块钱的房租。那个，妈，明天生日蛋糕呢，我一定买。那个，你还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？女婿。什么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往家里面带个男朋友啊？妈，那个我这边信号不好，我听不见。哎，你别给我装啊！什么听不见？我告诉你啊，上个星期我看见你高中同学徐玲了，人家儿子都2岁了。那个妈，我真听不见，哎，信号不好。喂。哎，你。你为什么不等我？陆清月，你跟他们玩去，别跟着我。高峰，我都跟我妈说了。又跟谁说啦？我长大了以后要嫁给你。高峰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忘记你啊？还有件事想问您：96年9月23日，爸爸跟您提出正式离婚，是吗？对，那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。那提出离婚之前，爸爸有些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这么说吧，在开棺验尸事件以前，我跟你爸爸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。从开棺验尸事件以后，你爸整个人就变得很怪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，也是一直磕磕绊绊，但是大的正面冲突倒是没有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倒是你爷爷和你爸爸，他们2个人吵架吵得很凶，直到那一天你爸爸
对了，你爸跟我提离婚的前1个星期吧，我在医院碰见你爸一个同事，当时他问我说：“你爸爸好不容易有了1个星期的假，为什么不带我出去旅游玩？”他说你爸爸向局里请了1个星期的假，可我跟你爸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爸1天假也没有请过呀。再说了，那7天假他没有在家待过1天。我一直以为你爸爸是像平常一样出去工作、出去查案去了。那我爸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爸爸再露面的时候就是9月23号那一天。那我爸请假之前他有什么异常吗？小峰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异常啊？什么呀？应该是96年8月，有一天你爸爸到医院里来看望一个受伤住院的他的同事，正好呢徐广义的父亲也在同一层楼住。当时我记得你爸爸跟徐广义的父亲关在病房里头啊，聊了好长的时间。他们说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中间进去换过1次药，他们是在聊徐广义。我听徐广义的父亲说，自从开棺验尸事件以后，徐广义整个人就变了。原来脾气挺好的一个人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而且还彻夜不归。从那次他们谈话之后，你爸爸也变了，变得比以前更怪了。怎么怪了？反应比平时慢很多，还老走神儿。小凤，你现在不是警察了，这案子你让复查小组去查吧，就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不安全。哎呀妈，您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行了，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我先走了啊。我一会儿也得去趟医院。您都当上护士长了，还要值班啊？不是，这不是医院新来了些护士嘛，经验少，我去看看，要不放心。你赶紧回去吧，早点睡啊，别熬夜，生活得有规律。想吃什么，随时过来，我给你做饭。哎妈，我送您吧。不用，5分钟就走到了，你快回去吧。行，那你也注意身体啊。走了。今天起，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的法医，形容之情难以言表。要遵章守纪，不懂多问，尽量熟悉新的环境、新的业务，保守单位秘密，认真学习法律知识，熟悉办案程序。凌晨5点10分，志坚在海东给我打电话，说许家福在一个小区出租屋里自焚身亡，让我立刻赶到海东勘察现场。6点20分左右，我和魏大炮、小金赶到了海东，
在玉祥小区3号楼内502看到了现场。现场一片狼藉，屋里都是水。消防、派出所干警、海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人都出入过现场。尸体已经被碳化，望着那具尸体，我根本认不出那就是我曾经的兄弟。从4月11日接到报案，说许家福携款逃跑到今天，已经过去6个月0.6天。1986年4月11日早上刚到单位，就听说河南新乡市公安局发来的协查通报，说许家福在河南新乡携40万失踪。下午4点碰到了志坚，志坚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去年年底，许村的村办企业龙兴棉纺厂的一批走私皮棉，被有关部门查扣，并得到了相应的处罚。为了度过危机，今年春天，家父向许村全体村民集资，共积了40万的集资款。4月7日，家父和同村的治保主任许强2个人携这笔巨款从龙城出发，坐普快去河南新乡县采购皮棉。4月9日，也就是前天下午4点，他们入住新乡县亨源旅馆。4月10日，也就是昨天凌晨，和许家福同住一个房间的许强，发现许家福不在宾馆的房间，那40万巨款也不知去向。中午11点，联系不上许家福的许强向新乡县公安局报案。新乡县刑侦大队勘察现场后，得出了初步的结论：许家福很有可能携款潜逃。96年10月30日下午4点，建设风尘仆仆地来到大安市找我，说他已经决定和陈杰离婚，理由是陈杰跟他7年，从来没有过安稳的日子，让他受尽了委屈。他说陈杰也许跟张志强会更幸福。他说张志强还爱着陈杰，为陈杰单身至今。张志强愿意娶陈杰，也答应会把小峰当亲儿子看待。我狠狠地骂了他，建设没有回一句话。看来他已经铁了心了。我还能为陈杰做些什么？96年11月2日，今天建设走了，没有任何预兆。我去了现场，没有发现他杀的痕迹。小峰，爸，小峰，爸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呢
这回案子要出去一段时间，你在家好好听妈妈的话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尽快。尽快是多快？尽快啊！我问你啊，我让你1个小时之内做完家庭作业，你答应我说尽快，那是多快？半个小时。聪明。好了，爸走了，你快快睡觉啊。爸，那你半个小时能回来吗？半个小时恐怕不行，乘以100。我没有学过乘法。没学过呀？等你爸回来教你。睡觉。妈妈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证书。什么是证书啊？你在幼儿园的时候，要是做了好事了，老师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发一个小奖状啊？哎，那个奖状就跟它是一样的，就叫证书。那这个是什么证书啊？这个是证明爸爸妈妈的关系的。
错啊，整体情况48床病人，你去给他量个血压，然后把药给他换上。好的。喂，喂，妈。儿子啊。我想问您件事儿。啊，你说什么事啊？我记得我爸去世之后，爷爷还一直坚持写日记呢，一直写到08年嘛。因为身体原因，他就不写了。别的日记都在，但是96年到08年之间的日记我找不到了。您知道在哪儿吗？那个日记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因为我每次去嘛，都是趁你不在的时候去看你爷爷。你和你爷爷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动过的。不过应该在09年吧？啊，哪一天我记不得了。有一次我去看你爷爷，一进门呢，就看见咱们家那个厨房水槽里面啊，有大量的烧过东西的灰烬。我记得我当时还好好的说了一顿你爷爷，一旦点着了火，再忘记了灭火，引起火灾怎么办？那您还记得那些灰烬是纸烧出来的吗？这个我确定。会不会是那些日记本呢？你问这些干什么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就问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妈。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啊？我刚值了一宿夜班回来，正准备眯一会儿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行了，你别眯了，等我吧，我来找你有事儿。你不会是又要到我们家安营扎寨来了吧？这次有什么原因啊？我有一些我的想法，我要跟你聊聊，我听你的直觉啊。这同事4年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尊重我的直觉了？按你的话说啊，你只需要一个叫李显的听众，听由你滔滔不绝，同时整理你自己的思路。你这半个小时啊，一会儿我还到检查院交材料。哎呦，这36个小时都没睡了，困死我了。你说你的，我听着啊。我给你泡杯浓茶，让提提神儿啊！千万别给我提茶，都给我喝吐了。我觉得405案件跟徐家福一案有关。许达跟徐广义之间，他们一定有一个秘密，而且这个秘密跟95年开棺验尸事件有关。也是因为这个秘密，许达让罗红英杀了徐广义，然后许达又杀了罗红英，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。你别愣着了，我说什么你听明白了吗？听你这意思啊，你是说你爷爷当年关于许家福没死的推断是正确的？不是没这可能。哼，你是不但要证明你父亲的名节，还要给你爷爷翻案。啊，这我就明白了。我说你怎么不到这上海去当大律师去呢？我找到一些线索啊，你听听我的逻辑啊。哎，你得学会啊，什么时候应该关掉自己脑子里那监视器。哎呦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确定你不是因为自尊心在作祟吗？不是自尊心怎么了？那金字塔也是自尊心的产物啊。
高峰，你现在这处境，他已经不是说什么如履薄冰了，是身子他已经掉在这水里了。我始终认为啊，你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警察，但跟你同事这些年，我这一直感觉是就在玩那俄罗斯轮盘赌，就随时你得提防着枪膛里旋转的子弹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我还是了解你的，我知道，这网上关于405一案，还有对你爸爸那些流言蜚语，让你很恼火。但是，这个事儿它远没有到这个绝望的时候。这人要绝望了，那可就变危险了，就有可能去实施伤害，而且不光是伤害别人，也有可能伤害到你自己，你明白吗？你说完了吗？我能说了吗？行，你说，我听。哎呀，1897年。曼彻斯特东区码头建成，当时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船务系统。在这里呢，有3英里的码头，还有船舶的维修站。每个工作日，船只都会承载着上万吨的进口食品，比如呢，从美国运来的烟草，从西班牙、意大利运过来的进口食品，还有从亚洲运过去的茶叶、陶瓷以及丝绸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繁荣景象，因为集装箱货轮的出现，彻底衰落了。因为这里的水浅，没有办法停靠大型的集装箱货轮，再加上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遭到了轰炸，这个伟大的码头呢，在20世纪80年代宣布关闭。但是，这个承载了英国繁荣发展历史的码头，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被大家遗忘。相反，历届的政府都在努力地对它进行2次的开发，为的就是恢复码头昔日的繁荣。也就是那一周，我爸瞒着我爷爷和我妈独自一个人去上海查许军的发家史。查完从上海回来之后，他毅然决然跟我妈离婚了。为什么？原因只有一个，在上海查许军发家史的时候，他查到了许广义和许达的一个秘密，并且这个秘密跟许军和许家福都有关系。而且我爸非常清楚，再往下查的话肯定有生命危险。他为了保护我和我妈，所以跟我妈离婚了。按你这么说，你甚至怀疑你父亲是许达杀死的？不是没这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就别在这脑补了，啊！当年县局对你爸爸的死非常重视，而且还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。但是，现场、尸检报告、毒物鉴定、车辆状况、刹车线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疑点。没有一丝一毫人为破坏的痕迹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这许达的死给405一案留下了一个缺口，你想把这个缺口给补上，啊，于是就用一个原因，啊，一个动机，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，啊，解释。可是你从405一案上没有得到这个解释，所以你就异想天开的，啊，把许家福的案件移植过来了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？这许达的死给405一案留下了一个缺口，你想把这个缺口给补上，啊，于是就用一个原因，啊，一个动机，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，啊，解释。可是你从405一案上没有得到这个解释，所以你就异想天开的，啊，把许家福的案件移植过来了。你别说，我还真挺佩服你，你是真有才。啊，经你这么一缝合吧，这听起来挺像那回事儿。不是，问题是刚才我爷爷写那些日记有些段落，我跟你念了。但是现在这件事它已经带了感情色彩了，它不是理性案件了。你刚才滔滔不绝讲那些，不过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，它不是案件本身。我承认那些故事可能看似彼此没有关系、没有关联，但问题他们很可能是真相啊。哎，我已经晚了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哎，对，老李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。许广义死了，许广义的爸爸也死了，许达死了，娄红英也死了，他们既然都死了，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怎么查？你问我啊？啊，我不负责思考，这是你的事儿。
每当你问我怎么查的时候，其实你心里头已经有了底了，你只不过想让我帮你见证一下，对不对？不是老李，你帮我想一想，说点建议，你能掉块肉还是怎么着呀？看来你是不打算把你的故事讲给冯凯听了。我肯定不告诉他呀，要说服他，基本上可能性是0。哼，我没准还得沦为笑柄。看来你是没疯。哎，你赶紧说。如果许家福没死，那40万巨款是许家福占为私有了。我说如果啊，这许军无疑是受益者。这可能也就是你父亲当年到上海私自调查许军的原因。但是，现实是残酷的。这个许家福确确实实已经死了，有当年的验尸报告，还有 DNA 鉴定做证明。如果没有如果。啊，这走的时候啊，帮我把门带上。20个亿啊！对，20个亿，而且是英镑。可我们对东山银行提出的内保外贷的数额是12个亿英镑，现在已超出8个亿。我们怎么跟东山银行解释啊？出发前和东山银行在碰头会上，我们是提的12个亿，但我们当时也说了，这只是我们的计划，具体的金额还要看项目而定。可问题是，我们的项目是东山银行第一个内保外贷项目，我认为这12个亿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，现在变成了20个亿，他们敢接这个单吗？我们明天就会和东山银行进行讨论。刚才徐总已经说过了 ，BAT 项目是个非常优质的项目，旨在为中英企业搭建一个更良好的商务平台，吸引亚洲企业的入驻。在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，将成为继伦敦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之外，英国第3个金融商务中心。同时呢，还能为英国的经济贡献近70亿的价值，创造超过3万个工作机会。被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拓展欧洲市场的最佳平台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信心去说服东山银行为 BAT 项目，为我们龙鑫集团接下这个单子。我来说2句啊。一下子贷款20亿英镑，对我们龙鑫来说，确实是会有些压力的。这样，这事儿啊。各位董事今天不必马上表态，让佳彤他们和东山银行再好好谈谈。如果能说服东山银行接下这个单子，那我们就干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儿，散会。进。怎么了？挺失望的。说实话，有的时候吧，这没结果总比有结果强，起码还有机会啊。我还以为今天董事会会直接拒绝咱们这项目。看来失望的人是你啊。你能事先说服你奶奶，你爸心里就算有1万个不愿意，起码没在董事会上跟你对垒啊。你已经比我想象中要了不起了。你能不能说话别阴阳怪气儿的呀？有话直说。你别误解啊，我是真心向你学习。哎，因为之后这个 BAT 项目能不能在董事会上通过，接下来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我妈。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她，因为12亿英镑已经超出我妈的底线了，她的心理价码是10个亿。那不一定。哪来的自信？天生的吧。哎，你
你昨天晚上回家，你妈没问你关于项目的事儿吗？哦，我没回家，我在外面租了个公寓。哦，你去找高峰了？嗯。就没人能劝得了他啊？哎，他你是了解的，他决定的事谁劝得动呢？那也就是说，他以后没有公职了，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啊？揭开405案件的真相，保住他爸的名节，是他现在的所有。所以我说他是条疯狗嘛。哎，算了，不提他，一提他我就一肚子气。哎，对了，要不要晚上我回家，在我妈那探探口风啊？可以啊。如果谈崩了呢？没关系啊，还有我呢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没有顾虑了。谢谢你的咖啡。走了。嗯。进来。王队，马线了。 95年9月份，徐广义和许大一起去过澳门，截止到徐广义被杀，他们俩一共去过5次。有没有他们俩单独去的记录？徐广义没有，但许大每年都得去几次。看来要去会会徐家人了。许家的谁？徐军儿。嗨，刘院长。这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不能在办公室里说。哎呀，有些东西给您看。这是什么呀？爷爷的日记。徐董事长。什么事儿？分局刑侦大队的人想要见您。请他们进来。好。请进。徐董事长，打扰了。哎，不客气。来，请坐。许达去世快10天了，我们很着急，想尽快结案，好把遗体还给你们。可以理解，这是你们办案的程序嘛。当年我父亲的遗体从海东运回来，不也在你们的太平间里放了大半年吗？不过，我有一点疑问啊，如果说许达行凶的证据一直没有找到，是不是说他的遗体要一直放下去？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尽快结案。那就好。说吧，我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？跟我们谈谈许达，特别是许达跟徐广义的关系。我不太明白，他们俩之间的关系，您能说的再细致点吗？许达好赌，据我们调查，之前
他一年要去澳门好几次，最多的一年是04年，许达一共去了澳门6次，从95年9月一直到许广义被杀，许广义和许达一共去了澳门5次。在这之前，许达和许广义从未去过澳门。你这么说，我明白一些了啊。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跟这2个人呢，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，包括上学什么的。不过从小呢，我学习比较好，还当过班长。这俩人呢，就属于调皮捣蛋那种，所以说跟他们俩这个关系呢，说远也不远，说近也不近。后来我去上海打工，再后来，许达到上海来投奔我，期间这些年也没有太多的交往。对了，95年的时候我回龙湾投资，许达把许广义呢推荐到公司来，但是我跟许广义也就是吃过几顿饭这种泛泛之交，没有深入的交往。至于他们2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还真不大清楚。至于2个人一起去澳门赌博，他们才不会告诉我呢。你不关心许达输了多少钱吗？输的可都是你们公司的钱。怎么会不关心？为这件事情，也不是1次2次的争执。但是都知道，我母亲宠着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难道开除他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母亲在为许达的赌债买单？我知道你母亲是农村妇女出身，但看得出家教很严。当初要不是我叔和许达挺身相救，可能86年那次被村民打死的，就是我了。这可能就是我母亲纵容他的原因吧。你知不知道许广义是什么时候和罗红英在一起的？这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我工作这么忙，你认为我会有那个闲情雅致管他那个烂事吗？不好意思，跟我坐着，来喝水。没了，没了。我是记得，爷爷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一直到爷爷重病之后，他才渐渐不写的。我记得爷爷最后写的那些日记，我大概看过一眼，字都歪歪扭扭的，基本就不成字儿了。家里找过吗？找过，都翻个底朝天了，也没找到。您记得放哪儿了吗？你妈那儿有吗？我打过电话给我妈了，我妈说，记得在09年的时候，我爷爷确实烧过一些东西，但烧了什么不知道。不会爷爷把日记给烧了吧？叔，或许吧，你怎么看？我妈跟我说，当年我爸跟许广义的父亲聊过天，说过话。许广义的父亲说，许广义以前是个很开朗的人，但95年开关验尸事件之后，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也是那段时间，他跟罗红英搞在一块儿了。而且我妈跟我说，我爸自从跟许广义的父亲聊过天之后，他整个人魂不守舍的。也是因为这个线索，我爸觉得405案件没那么简单，一定是另有隐情。于是他跟单位里面请了1个星期的假，去上海调查许军的发家史。其实爷以前让我爸去上海调查过，只不过我爸死活不愿意去，说丢不起那个人。但自从我爸跟许广义的父亲聊过天之后，他的态度是180度大反转，他自己去上海调查去了。你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？你是说许广义的死？啊不，
整个465案件跟开矿夜市有关系。我觉得许达跟许广义应该是一伙的，而405案件一定不是情杀，是杀人灭口，而这一切跟95年开棺验尸事件一定脱不了干系。哎，对了，说，95年开棺验尸，你是主持，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怀疑，有没有可能在 DNA 亲子鉴定过程当中，某一环节出现问题，导致结果错误？不可能，开棺的时候我在，啊，是我从尸体上取的样本，许军的血也是我抽的，整个过程我都在，不可能出错的。当年您的助理是魏叔？对啊。怎么？你怀疑魏大炮？魏叔跟我说，爷爷以前怀疑过他，怀疑他有可能被赵月娥收买。但是魏叔说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清楚真相，但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真相。你觉得他那话有什么玄机吗？魏大炮这个人吧，虽然话不多，不太容易接近，但是我相信他。当年我们 DNA 鉴定啊，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当时我做了2遍，出了那样结果以后，我都懵了。那当年 DNA 亲子鉴定过程，还有谁经过手啊？我们法医处的李飞也在，不过呢，他在06年的时候患肝癌就去世了。肝癌去世了？嗯。他去世的时候几岁？41岁。你放心吧，他的死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当他踏入病情的时候啊，已经是肝癌晚期了。这病魔呀折磨他2年，临走的时候说的是剩下骨架了，可怜。哎呀，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再做一次 DNA 比对啊？怎么可能啊？当年的 DNA 结果出来以后，赵一娥就把那些尸体火化了，现在根本不可能再提取 DNA 的样本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像这么大的案子，你们当年提取的生物样本，应该还在政务室，而当年做的 DNA 亲子鉴定报告，应该还在档案室，把它们都调出来，再提取许军的生物样本，做一个 DNA 比对，看看当年有没有人把许军的 DNA 样本给调包了。也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的样本和一些检查报告都丢了。丢了？啊，98年的时候，龙湾公安分局建设大楼，龙兴集团资助了一部分，但是在搬家的时候呢，有一辆物种车被雨淋了，所有的物种都被污染了，其中就包括许军和许家福的生物样本。当时我是在北京上学，我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事儿的。真是没想到啊，龙湾分局大楼还是龙兴出资建设的。是啊，当时县里财政困难，根本就没有资金建什么公安局大楼的。哎，小峰，你把你这个想法，你跟那个冯凯他们说了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为了我爸的名誉啊，我已经放弃前途了。他们觉得很惊讶，很奇怪了。这要是跟他们说把爷爷扯进来，他们肯定觉得我疯了。不是，安叔，你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些有道理吗？那坟里埋的的的确确是许家福、许广义和许达，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和这开矿验尸有关系呢？啊？你准备怎么办？我觉得在龙湾应该是查不出什么了。冯凯他们也是原地打转，根本没有头绪。我觉得我得去趟上海。不行，你应该把你所知道的原原本本的跟冯凯他们说，让他们去查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又不是警察了。再说了，许军在86年的时候去了上海，已经过了30年了。你现在又不是警察的身份，很难让你展开调查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您别那么悲观，这事实恰恰相反呢。您放心吧，我干了4年辅警，4年片警，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怎么跟人聊天了。哼。
喂，这里是江中路锦江之星。你好，我订个房间。你什么时候入住？我今天晚上的11点。标间3楼308可以吗 OK， 没问题。爸，您去上海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哟，我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高队吗？怎么，大侦探也掉链子呀？哈哈，哟，新车呀，车不错。车新不算什么，来，给高队看看，我这儿有新妞呢，叫高队。高队，你好。喝这么多酒啊，徐总？喝完酒再开车，连灯也不开，你也不怕车毁人亡啊？没事，我许达你也知道，福大命大造化大啊！别说开车喝酒了啊，我喝完酒我还开飞机呀！你打我呀？哎，最近你那老爹高四海怎么样啊？不用你操心。啊，是，我这不也是好心嘛。我听说他这个最近比较清闲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爷俩来给我打工吧，啊，给我当司机，我还让你做高队，车队队长。谢谢您，徐总。你看我这破车骑得挺好的，啊，是吗？啊，也对啊，知足常乐，这车确实不错，祖传的吧？走了，神探。哎，先生，徐广义是龙兴公司的人，是
是徐达的发小，他们关系很好。现场也没有搏斗过的痕迹。从这些条件来看，熟人作案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是，到目前为止，罗红英具有重大嫌疑，可是判断他就是杀人凶手，我还是认为证据不足。再有，罗红英并没有怀上徐广义的孩子，那他到底为什么要杀害徐广义？我的意思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急？最重要的一点，罗红英对儿子杨恒非常溺爱，而杨恒只有8岁。就算是罗红英杀了徐广义外逃，但他对杨恒总得有个交代吧？罗红英完全可以把儿子杨恒托付给他姐姐。还有，罗红英并没有带走藏在衣柜坤包里的5000块钱，外逃需要钱，这5000块钱对他来说不是小数。人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，相信自己想相信的。现在是自杀还是他杀，也没有结论，怎么能？哥，就因为死者徐广义是龙兴集团的人。谁呀？你跟踪我呀？你他妈想干嘛？我想着还是有点事儿，得请教请教徐总。不是你是瞎吗？没看我忙着呢，没空。我问你，4月5号那天晚上，啊，就是你那发小徐广义死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儿？你到屋里等我啊，去，乖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当然管得着。我是警察呀，而且是隆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，我不管谁管。我再问你一遍，4月5号那天晚上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，跟我老婆在一起。我跟我老婆在干嘛？你想听吗？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我会查的。高建设，你真当我不懂吗？这案子已经结案了，你还查什么？你再查就是犯错误，非跟你爹一样啊，到档案室关档案去。档案室2高，老高和小高。徐达，是不是我爸进档案室工作特别幸灾乐祸？还是说这里边有你的功劳在？还有，对于405一案，你是不是特别有同感？你他妈瞎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幸灾乐祸。要不你现在给我走人，否则我马上报警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之前开的那辆车，是不是太凌志了？不是你管我车干嘛呀？我们家有钱，我们家车多。哎，我想开哪辆开哪辆，我想换哪辆换哪辆。别激动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现在这台车在哪儿？怎么，有问题？不好说。有什么问题？我卖了。卖哪儿了？上海。上海哪儿？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没义务回答你的问题。高建设，要不你现在给我滚蛋，要不我马上给你们市里领导打电话，你信不信？行，你记住，今天你说的话我一定会查。我是警察，而且是刑警，专门管杀人放火的。啊。
你好，这是我的证件，借用一下电话。谢谢。申局，我是高建彻。这辆凌志400没有进行二手交易，至少没有过户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查不到这辆车的下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有了，谢谢啊。哎。妈，你觉得项目怎么样？看上去不错呀，不过投资数额不会小，10亿英镑能打着吗？20个亿。你慢点儿。我赶紧跟他说话吧。你们太夸张了，超出预算1倍啊！对啊，还得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前提下。这中间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这20个亿啊都不一定打得住。这超出了我们行的担保能力了啊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话都没说完呢。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谈下去吗？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晚饭不回来吃吗？晚上的饭局临时取消了。哦，那阿姨盛饭啊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也不饿。浩宇，你回来了？哦，昨天下午就回来了。妈，我去公司了，晚上还有个会。那个浩宇，你等等。浩宇啊，把会推了。今天晚上咱爷俩心平气和的聊聊天啊！我向你保证，我绝不发火。改天吧，今天晚上会由我主持。你等等。妈，爸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那这事儿呢？你再考虑考虑吧，别急着回绝啊。走了，拜拜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他们去英国考察回来决定的投资项目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他们要我们担保20亿英镑的贷款。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儿？你听我说啊，你知道你儿子去龙兴集团的目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浩宇看上了许家头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不，是从和他们谈内保外贷的时候，我察觉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明知道他们不能在一起，因为许家福，我们家和许家有世仇，难道你想要看21世纪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的对，现在是21世纪了。再说了，你也不姓高。我。喂，老李。我在你家楼下呢。你在哪儿呢？
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就是想跟你一块吃个饭，顺便再聊聊今天上午那话题啊。所以你是觉得我说的话是有道理的，是吗？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火车站呢。去哪儿？去上海。上海。各位旅客，开往上海的高228。检票了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挂了，拜拜。请前往的旅客速到检票口检票。各位旅客，开往上海的高228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，请前往的旅客速到检票口检票。哎，安排让你下来。哎，麻烦让一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么大自行车你没看见呀？一个乡巴佬。